大家好，这一期是我的日语教学系列课程，从零基础到精通的第一课。如果大家对我的讲述方法和教学模式有那么一点兴趣的话，欢迎一直跟下去，我也会一直免费的更新下去。如果觉得自学还有点吃力，需要一点反馈的话，也欢迎报我的网络1对1课程，我们在线一起来给你最快捷的反馈，也会针对每个人自身的情况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法。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这一课，我们要说学日语最基础的是什么呢？就像学英语一样，从 ABC 开始学吧。那日语呢？没错，那就是假名的50音图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看看50音是怎么来的。不是直接去死记硬背它们啊，因为知道它们是怎么来的，它们对应的以前的那个汉字是什么，对于我们今后去记一些单词，哪怕是一开始的时候把它给记得更牢，也是非常非常有作用的。那首先呢，假名分成平假名和片假名，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们先来这样子看这个啊和这边的啊，平假名它的特点就是平嘛，这不是废话嘛。它的意思就是说，平假名的每一笔写起来都是比较圆润的，比较这种感觉哈。那片假名的片呢，不是它变成了那个薄片的感觉，片在日语中也好，在中文里面也好，我们说的片，对吧？片面之词是不是就是不完整的意思呀？所以我们看这个片假名，它就是取了汉字的一个部分，记住这2点就差不多了。那平假名呢，是取了这汉字的整个字，把它写快一点以后，就成了一个平假名了。那么为什么日语需要假名呢？这个也稍微讲一句，因为汉字在我们中国人、华人文化圈里面，它每个字我们都有对应的读音，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。但是日语一开始它是没有文字的，那么他们的文字从哪里来呢？就从隔壁的中国把汉字传过去以后，一开始汉字整个字都是作为一个那个表音符号的，比如来打一个字，日本最早以前的国名或者他们的一个部落名叫做亚麻托，叫做大和，大和民族就这么来的。那以前这个亚麻托是怎么样写的呢？当然现在可以这么写，对吧？片假名。那以前呢，如果没有假名的时候，他们写成汉字，写成野马台。你看野马本来呢写成这个台，在经过历史的演变以后，日语里面它需要自己的表音符号了，所以呢就出现了假名、平假名和片假名。所以汉字从有代表有本身的意思的，变成了一个假名、一个表音符号以后呢，它只表示读音了，就这么一个过程。然后我们再回到经常听到的平假名和片假名的50音图，我们在记平假名、片假名，就是这个50音图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把平假名和片假名一起来记，不然的话呀，就会很麻烦，就是记住了平假名、片假名就忘了，一定要把它们放在一起。首先，我们从整体上来看一下，应该怎么样去记它，然后再来一个一个的讲过去。整体上来说，因为是50音图嘛，横着的叫做行，分别是阿卡萨塔。等一下我们读一遍以后就知道了。竖着呢，本来我们中文中竖着是不是叫做列呀？那在日语中呢，竖着的叫做段。一共有这边1、2、3、4、5个段和10个行，应该准确来说11个行，所以加起来呢是50个，5乘以10。又因为它们有平假名和片假名，所以呢再乘以2，差不多就是100个需要把它给记住的。但是呢这并不难，差不多每天如果花2个小时的话，1个星期绝对没有问题了。在这边呢，这张表格大家可以截个图或者怎么样的，自己写一个也行吧。我左边写的是平假名，中间是片假名，在这边呢是它的读音，或者准确来说，并不是它完整的正确的读音哈，是通过手机那个输入法能够把它最方便的打字给打出来的一个方式。等一下我们一起来总体的把它读一遍。但是还有一点，就是希望大家也做这么一张表格，就像我下面一样的，只有它的读音或者只有它的打字方法，
然后呢，我们如果不需要读的话，我们混个眼熟，可以在手机上面把这每个都给打过去，调出日语输入法，然后每个都打过去，对他们有一点点的印象，而且让自己以后打字打的也能更快一点嘛，对吧？说到这个读音呢，我读的可能也不是特别的标准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网上随便找一下一些日语发音的儿歌，比如说这一个也是非常好的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把它读一下，然后再进入下一步，怎么样能够把它记得更牢？我们来先从这边的啊段开始，前面很简单哈，就是日语的元音字母，中文拼音里面是不是 r o e i u u？日语也一样，英语也一样，英语的元音字母是不是 a e i o u？这边是不是对应的一样的？可能是人类的口型总只有那么几种最大的那个形状吧，只能发出这几种元音啊，好像是法语什么里面会有更多的元音，但是其实也是万变不离其宗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日语的这边的元音，第一个很简单啊、i、u、e、o，读得快一点啊、i、u、e、o。日语的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在读的时候呢，不用嘴巴张得太大，扁扁的就行了，这样子既能读得快，又能稍微标准一点。第二行也没有太多的问题啊，问题后面有几行是比较难的哈。我们来看，第二行是卡行，卡、ki、ku、ke、ko，这不仅仅是哭，不用嘴巴尖出来，所有的日语的乌里面的发音都是稍微扁一点的，突出一点点也就够了，扁扁的 ku、ke、ko。接下来 sa、西，这个有时候打字呢会打成 shi， 也是打出来的，但是呢，如果要快一点，打个 si 就是西了。比如说这个情况下哈，西，我们在一些品牌里面，如果它出现西的话，写成英语字母呢，就是 shi。比如说东芝、妥西吧，就是这边的这个西。斯，这个呢不是斯乌苏，是斯，它后面就是平一点，斯，这个感觉就可以了。塞、so，接下来它不是特一 t 咯，是它七吃，不是突，是吃，这两个很特殊。这边呢也可以打成 tsu 一样的 te to， 这两个倒没有什么区别啊。那你 nu 照样扁一点，乌段都是这个特点。ne no no 很常见，就是表示一般情况下表示的意思。接下来哈、hi、fu、he、ho，中间的这个 fu 有点难，是嘴巴稍微扁一点。fu 介于 fu 和 fu 之间。至于这边的用手机输入法打字打出来的，能够用什么打出来呢？fu 也可以 ，hu 也可以，都可以打得出来。所以呢，发音也是基本上介于这两者之间，不是呼啊，不是呼啊，是呼，扁扁的就行了。可以跟一些儿歌里面尽量的去模仿它，模仿的对一点就行了。接下来马、咪、mu、me、mo 这一行马行都是表示一些比较好的词的，稍微记一下哈，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。接下来是呀，呀没有什么问题。那两个一加一起了，对吧？在汉语拼音里面呢，大一和小一加一起，它还是一，所以呢，这边相当于没有，因为它就是上面的一。u 还是有的 ，u 扁扁的。a 呢，e 还是 a，所以这里相当于也是没有。接下来 yosh 就是这个 yo。接下来啦，直接说啦就可以了，相当于中文里面拼音里面的 l， 介于 l 和这个 l 之间，啦就行了。啦哩噜嘞喽，也没有太大的难度。接下来呢，剩下三个非常简单，哇哦这边的 o 比较重要哈。而且也是唯一一个片假名不用去理会它的一个词，因为几乎用不到。它的读音和前面的 r e u i o 的 o 是一模一样的，但是呢，用这个 o 去输入法里面打的时候呢，只能打得出来这一个 o。
我们要打出这个 o， 要用 wo 来把它给打出来，相当于中文里面的窝，但是不是这个，它就是 o， 这也是非常非常常用的。它在日语语法里面呢，相当于表示把的意思，把一个东西给怎么样了，这个把以后我们在学语法的时候也会学得到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大家在熟悉了以后，可以自己做这么一张表格，把它的读音写上去，然后自己看看，先把它给读熟了，这是第一步哈，就可能是今天的作业吧。在这一步第一个作业上面的那个表格弄出来，或者自己写成卡片，写上卡片那边写着先熟读，不要管它是怎么样那个拼写的，怎么样书写的模式。比如说这就是这边 r e u i o 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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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边把它给读熟以后，那么接下来呢，用输入法打一遍，就能知道哦，我一读出来打出来哦，原来是这个词，稍微熟练一点了，然后再去考虑写的问题。如果大家系统的往后学的话，第一天做的这就是这件事情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进入每一个的假名怎么读。接下来就是啊行了吧，r e u i o， 我来看看在哪里呢？有点靠后了，在这边。这边大家应该能够看得到，我这边拿的呢就是日本的小朋友在学假名的时候用的一些卡片。如果大家想要下载的话，可以扫描这一个。但是如果大家觉得扫描比较麻烦的话呢，我也会放在自己的网盘里面，把这个链接放在那个视频的下方评论区吧。如果有兴趣，可以把它给那个下载一下，然后自己打印出来也好呀，或者在平板里面和我现在一样的写一写也好。首先，关于第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，就是啊，先跟我读一遍啊，e u i o 啊，第一个假名是啊，那所以呢，很多词表示在最上面的时候都会用这个啊开头，或者表示非常明亮的情况下都会用这个啊开头。比如我们说我们的头，对吧？头在日语里叫做啊他妈，是不是啊开头呀？后面那个他妈呢，就是不是骂人啊，是表示圆球的意思，在人的身体的最上方的一个球，那这个啊是表示上面的意思呀，对吧？那我们先看这个啊是哪里来的呀？是从汉字安字过来的，先快一点以后呢，就变成了这个安啊，但是它已经没有安全的安这个意思了，就表示一个读音。跟着它来一起写一下，先一笔，然后后面像写一个女字一样，没错，这个把一笔这个一横给去掉以后，又是另一个假名了，叫做 mai， 我们等一下会说得到的。然后大家在家的话，可以一直把它给写下去，多写几遍啊。一张可能还不够，要写得好的话，要起码得写个10几张才可以吧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给我们的2个单词。在读单词的时候呢，这些是不是没有学到的呀？没有学到的，大家可以在旁边先写一下它是怎么读的。一般来说，我跟线下也好呀，线上也好，一起教的时候呢，读到这些没有学到过的，就会让他们。刚才我不是给了一张那个只带有读音的嘛，所以呢，在那边把这个没有教到的先给补充上去，补充到那边读音的那边去，就会先有点印象。这也是我觉得我这个课比较好的地方，不是一个假名我们就把它给记住了，我们在前面先遇到后面能够读得到的会学得到的假名，先有一个预习，有个印象了，接下来我们就会学得更快一点了。那我们先来看这边，第一个是什么呢？有个太阳在这边，还有星星就2种情况，或者是早上，或者呢已经傍晚了。那看这边呢，因为我说啊是表示上方的嘛，明亮的嘛，那这边它就表示早上的意思，念成啊萨，汉字写成朝阳的朝。接下来呢就是蚂蚁的意思了吧？啊，哩，这个是哩，可以预习一下啊，哩。这边呢是萨。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啊的片假名。片假名好像很简单，就是这样子。这个是什么呢？什么地方来的呢？就是啊，这个读音它取了这个耳刀旁，所以就成了一个发音了。
从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，片假名它更加的表示发音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啊读音基本上就是一样了。在日语里面，平假名可能还代表着一点点中文中本来这个汉字的意思，我们接下来会遇到很多很多。但是片假名哪怕是在日语中，它也只表示发音了。所以片假名在使用的时候，特别在现代日语里面使用的时候，最常代表的就是外来语啊，不是从中国传过去的，而是从欧美呀。从其他的西方国家，哪怕是俄罗斯吧，这个不能完全说是西方国家的地方传过去的一些词，都用片假名来表示。那写法非常简单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它是什么呢？伊斯就是 ICE， 那很明显嘛，就是冰淇淋，对吧？爱斯，记住哦，这个是SU 的那边。爱是什么呢 ？cream， 日语就读成了 cream。这边呢又有一个新的知识，我们可以说一下了。在日语里面，片假名里面，如果一个词要把它给延长的话，直接画一横就行了。这边因为它是竖着写的，所以是竖着画横。如果我们把它横着写呢，那就是这样子 ，lim， 就这么简单加长。但是平假名里面的变成长音就不是这样子了，它有那么一点规则，我们在后面也会说到的。那接下来电烫斗是什么呢？这个刚才已经有过了吧？这边也是一哈，接下来马上就能学得到的。一个口字是什么呢？不是口，是 lo lo， 后面也会有，大家先注意一下，它就是一个 lo。这边呢稍微剧透一下，它是来自于汉字的吕，姓吕，吕洞宾的吕，取了它的一部分，是不是读音是一样的？接下来这个呢，一起读一遍 iron， 电熨斗。再接下来就来到了一了，写法也非常的简单，跟着它一起这么写一下就行了，就两笔。来自于哪个词呢？就是所以的以，把它给写的快了以后，是不是就是这边和这边就连在一起了，就变成了这个感觉了。写的时候呢，可以稍微写的斜一点也没事，当然竖一点也没事，其实关系不大哈，尽量和它写的一样吧。那么对应的单词是什么呢？一个是以，哎，应该是先写这边啊，以房子，汉字写成家，就是家的意思。接下来狗是什么呢？以奴，这边的刚才也说了，马上就要学得到的是标音呢写成以奴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它的片假名，片假名稍微奇怪一点，就是一个单人旁，把它写的大一点而已嘛，占满了整个田字格。来自于哪个呢？它只表示发音一字，单人旁的汉字很多，但读成一的基本上，对吧？就这个比较合适吧，就是一，取它的偏旁和它的发音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对应的单词还有哪些？呀，记住哦，这个是呀，是不是有点像也呀？读音有点像吧？后面也会学到呀。这边是什么呀？上面是不是看到过了？还记得吗？哩，那个蚂蚁那个，它是哩。呢。接下来呢，本来是这个有一点点特殊了哈，大家跟着我一起。如果初学的话，可能会觉得知识量有点多，但是没事，我们这个是预习，稍微了解一下就行了。本来它读成的是哭，接下来下一行就能学到了，是哭。但凡有两点的叫做浊音，那么科这个发音变成浊音了呢，就变成了格。大家可以刚才是不是那个表格里面的卡基库凯库那边，可以在旁边写个格，然后旁边呢加个两点哈。但凡哭这一行里面它加两点的都念成格，那这边就是格乌古啊，以呀里啊，重新来，
这样子看得清楚一点。咿呀哩呢咕，一起读一遍。接下来海豚是什么？一噜卡，先读一遍哈。这个噜日乌噜卡呢也非常简单，它是个力气的力，我们也是接下来会学得到了。它怎么来的呢？稍微讲一下，它是加法的加里面拿到了它的一半。那么接下来乌也挺简单的，一点写成这个样子。大家把它打印下来以后，一定要认真的多写几个。来自于汉字哪个呢？雨。可能以前中国人把它读成是那个和这个乌的发音有点相似吧。宇宙宇宙的宇。看一下它的单词，乌西牛不完全是奶牛的意思哈，就是只要是牛就是乌西。然后接下来这肯定是个大海吧，大海叫做乌米这边呢是西，先有个印象是西，一边写一边知道这是西。接下来咪也是乌米，接下来也会说到有那么一点点印象先大海。然后它的片假名，为什么我们要把那个平假名和片假名一起学呢？原因就在这，建立一点联系。很多人在学了好久以后，平假名已经完全能够很快的写出来了，但是看到片假名还不知道，就是因为当时学的时候没有建立他们的联系。那么这边是不是两个看上去是有点像的吧？那么这样子呢，我们再多写几遍，上面写写，下面写写就没问题了。先写一竖，再写一竖，就这个样子，就 OK 了吧？很像，对吧？接下来会有很多平假名和片假名长得不太像，但是呢，我们尽量从中找到一些联系，就能够更好的记住它们了。那这是什么呀？4根弦的吉他叫做尤克里里吧？只取它们的发音乌，刚才说过了，哭。如果和刚才一样加了2点是什么呢？是咕我们顺便把后面也学了。接下来这个是来，乌哭来。接下来这个是乌贼吧？小章鱼，乌一这个一刚才学过了哈，乌一就是50音图的最后一个刚才忘记说了，如果他要打出来这个假名呢，打2个 n 就能出来它了，打1个 n 呢是不行的。接下来这个是那长音，还记得吧？直接加长音看完这个以后，应该大家能够记住挺多了吧？记住这个是那，再读一遍。接下来一乌 a 这样子写的平滑一点这样子。来自于汉字衣服的衣，与其说它是来自于衣服的衣，就是我感觉它的字吧更像这个那个圆字，有时候写圆写快了，我就写成这个样子了。所以呢，当然了，它来源就是这个一字哈，是不是也挺像的呀？我们把这个写在它的旁边，是吧？我这样是手放着，好像写的很差，对吧？虽然本来写的也不太好。好，那么接下来看一下这边是什么呢？b 又有2点了，证明它又是浊音。本来是什么来着？大家可以翻到前面看看剧透一下，它是和西那边过来的，加2点，西那边加2点变成了 b。大家可以在50音图的表格里面，在这边哈西呼海后那边有个 h 开头的，如果它加2点的话，就变成了 b， 这样子标一下会比较好哈。那就是 b b。它写成汉字呢，也是挺有意思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b 写成汉字是海老，海老就是虾的意思。据说是因为我们把虾捞起来以后，它是不是弓着个背呀？然后呢，还有很多的很长的胡子，所以叫做海里的老人，海老。接下来铅笔 a 开头的呢，
上面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好哈，虽然说讲解起来会累一点，但确实非常适合学。加2点是不是就变成了浊音呀？刚才说过的，变成了 b 啊，西变成了 b。那么加个圆圈变成什么呢？变成了半浊音，就变成了 p，变成了 p 了。所以本来是那个 h， 如果加2点呢，就变成了 b。大家可以这样标一下，如果加圆圈呢，就变成了 p 半浊音啊。所以是 n p 次 n p 次。这边的呢，跟上面建立一点联系，它就用这个吧，是相当于这边的这个是平假名，这个是片假名。好，接下来回到正题，片假名的是什么呢？很简单，就是一个公，它来自于江，在日语里面的一些单词还是 开头的，还是保持着这个江字的那个汉字，比如说江户川柯南这边的江户都啊，江户它就念成都啊，还是这个江，非常的简单，就是一个公。跟着它多写几遍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是怎么来着呀？有圆圈，有圆圈都是 p 开头的，本来是 f 变成了 p 啊，p 这个刚才说过了，来自汉字吕字 lo， 这个呢是2个 n，epsilon 啊 epsilon。接下来还是一样，一个天使吧，天使英语就叫做 angel。那这边呢，本来它是我们理解一下，本来它是西，先记住加2点呢，西加2点，猜猜看是什么？变成了浊音了，就变成了 g。所以呢，ng 这边是不是上面说到过的 a 呀？它怎么变成了1/4的大小呢？变得这么小了，所以把这2个连起来读 g a， 加起来 j。所以 n j lu 这个最后也会说到，我们现在熟练了以后，最后甚至不用教，就会读出这个读音了。加起来，我们再来看一下 n j lu 啊 lu， 刚才说过了的 lu。这一 r e u i o 里面的最后一个了，我们先复习一下前面的吧，这边先读一下 r e u i o。那怎么写呢？也非常简单，一横这样加在一起，跟它点下来就 OK 了。o 在日语里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哈，表示尊敬的时候，很多都是 o 开头的，比如说お母さん妈妈啊，おばあさん那个奶奶之类的 o 开头的，表示尊敬。写成汉字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 o 开头的写成汉字，如果是刚才我说的那个的话，就是一个玉字，哟，变大了，就是这个玉，好，就是这个玉哈。所以呢，表示对某样东西的一个尊敬的用法。接下来这个是什么呀？虽然有很多小花，对吧？它还有一个小山的意思，小山坡的意思。汉字啊，读音读成哦咔，跟着读就行了。哦咔，这个咔刚才说过了，如果是片假名的话，它就是一个这样子；如果是平假名呢，加上一点，因为它来自于加法的加，这一点就演化成了这个口就演化成了这一点。我们看一下哦咔打出来的汉字是什么，就明白了。冈，对吧？三冈啊，三岗之上啊，这个意思嘛。那接下来这个哦尼是什么呢？看过《鬼灭之刃》的朋友都知道吧，就是鬼的意思嘛。日本传统中的鬼呢是这个，这好像本来是叫做山鬼的哈。哦尼打成汉字呢就是哦尼，就是鬼。接下来 o 的片假名，好像就是中文里面的才字，但完全不是哈。虽然有点像，但它来自于 o， 刚才忘记说了，刚才那个 o 也是来自于这个鱼，就是繁体字于是的那个，相当于简体字里面的这一个，但它呢
好像没有太多的联系吧，可能写快一点，确实就变成这个样子了，但是已经不太像了吧，所以呢，不用太去在意了，知道它是类似于彩色就行了。大家多多的写，那怎么样把这两者给联系起来？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，不然前面记住了，后面就忘了。都有一横，接下来这边一竖起来以后，就这边吧，这边就去掉了，就相当于把平假名的右边都去掉。片假名刚才说过了，表示片面的意思，就取它的一半。怎么样一半呢？把它给多出来，可能有点牵强，但是还是有点用处的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两个单词哦，这个是什么？新的，读一下母哦母，刚才出现过的来，这个呢次哦母来次哦母来次tu 的那边，是什么东西呢？好像是蛋包饭，但是并不是。蛋包饭里面应该有饭，这里面包的呢是一些咖喱呀之类的，是菜包在里面，所以它不是蛋包饭，应该就是鸡蛋卷里面卷了一个东西意思哈。如果是蛋包饭是什么呢？omelette，这边先说一下。接下来橘子，它的发音就是英语的发音 orange，那就是哦嘞，刚才和这个一样，还是一样，orange 本来是刚才出现过喽，本来是西，也可以写成这样子，变成了两点，变成浊音，西变成浊音，变成了 g。虽然我们离浊音还远，但是呢，已经把它规律找到了那么一点点了。接下来 r e u l 后面就轮到了卡 k 库凯科了，我们来找一下，在这，好。非常简单，就是这一个呢，平假名和片假名是不是很好记呀？一个是有那么一点的，一个是没有的。刚才我已经说过了，它来自于加法的加，读音是不是也挺像的呀？就是咔这个样子。看看它的单词，第一个肯定就是伞嘛，念成咔撒撒，刚才出现过了，再读一遍撒，等一下会遇到的。那接下来这个是什么呢？卡米那里，刚才也出现过了，没有出现过的就是这个那啊，刚才出现过它的片假名，还记得吗？是这一个卡米那里，打雷，雷声的意思。因为在日语中，卡米是神明的神，卡米萨嘛，那里呢是鸣叫，发出声音的那个鸣叫的那个意思。拿路头，火影忍者是不是那个鸣呀？所以是神的鸣叫声，就是卡米那里打雷。接下来片假名非常的简单，就是它的一半嘛，加法的加的一半嘛，对吧？就是个例子，但是它不读成例哈，因为它的发音是从加法的加里面来的，这个也非常好记，记它的一半就可以了。看一下非常基础的单词，在任何教科书里面几乎可以说吧，第一课哈，语法教科书里面的第一课就是有这一个东西，它美，记住念成美。可以在那边填一下了，这个念成 me， 片假名 camera 和英语的发音一样。接下来这个呢，咖喱饭卡雷长音哦，记得吧？片假名的长音就是写一横，卡雷拉伊是咖喱饭，rice 就是 rice，卡雷就是咖喱吧？片假名只表示读音，可以说是英语啊或者其他语言的音译。刚才说过了，啰嗦一句。接下来呢，卡 k 是不是来到哭了啊？k 哈，k 1、2、3、4笔，在假名里面它属于那个笔画比较多的一个了。k 看这边是不是都有一个数目的意思？所以呢，如果我们单独写出一个 k 的话，它最常见的就是写成木字，那么这边就是什么呢？key
吃吃，这个吃刚才遇见过喽，它写成片假名是这个样子。k 吃吃又是一个 k 吃吃 k， 它的就是我们写出汉字哈，它也挺有意思的一个汉字，它是 k 吃吃 k。你看写成汉字就是啄木鸟，但是呢，啄木鸟前面因为前面是 k 是木嘛，木此次 k 是什么呢？我们再来看一下，此次 k 是凸的意思，所以加在一起就是这个凸就是突出。你看它的嘴巴突出，在日语里面突出，把它变成动词的时候呢，就是一个动作。本来突出是表示形容词吧，突出，但是把动词呢把它往前面突，所以啄木鸟的感觉是不是就是咚咚咚咚咚咚这样子撞击呀，对吧？撞击木头的鸟嘛，啄木鸟。那么应该说撞击木头的东西吧，那这边指的是鸟哈，对木头撞击。接下来呢是 ki li ka， 这个 li 刚才遇到过了吧？这边是什么呢？有两点了，又有不，本来它的读音是夫，大家可以到那边看一下哈。刚才我也说过了，可以是夫，也可以是写成呼啊，但是读音呢介于这两者之间，夫啊。但是把它变成了两点，变成浊音 h 开头的，刚才是不是有一个出现过了？有两点的，本来是 h 加上两点就变成了 b， 浊音嘛，发音混浊了一点，所以呢是本来是夫变成了不 k 里卡布啊，卡布就是头的意思 k 里呢这边不是木的意思了，其实它是切的意思，就是砍掉的，然后呢剩下一个头一个桩树桩。但是现在我们不需要对它有太多的理解，能够读就行了。k 里啊 k 里卡布，它的片假名也很简单，把它们给联系起来，片假名是不是就平假名其中的一个部分了？好，所以呢就这么写，跟着它写就行了。然后名词猕猴桃或者也叫奇异果，叫做什么呢 ？k， 这个学过了已经，我们越到后面当然学过的就越多了。我这个呢也学过了一，所以呢是 kiwi， 就是那个英语。接下来呢糖果 k， 好，新的东西了。这是一样，刚才虽然也看到过了哈，但是呢，它变成了一个小小的了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它的读音它也发的快一点 ，k 和呀一起读 k 呀 k， 是不是就 OK 了？充个电线 k 后面这个什么来着 k 呢，就是打字打出两个 n 就得出来的呢 can。好，又来了一个两点的了。本来呢可以先读一下，没有遇到过的啊。太加两点变成什么呀？浊音呆，所以是呆，又是个小的一，呆一就相当于 d 了吧？d 长音就是 d 的发音啊。candy， 那至于这个 k 是怎么来的哈，差点忘记说了，就从它来的。但是呢，已经不重要了，好像没有太多的联系了，联系起来也比较麻烦吧。那么接下来非常简单的一个哭字，就一个转折，哭来自于哪个呢？九的这一边和这一边加起来是不是就是了？然后它的片假名也先说，也是一样的。片假名的话呢，就取了它的这一部分嘛，酒怎么理解或者怎么去记它呢？酒嘛，酒的话，久了以后就苦了做事情做得很久，我们就觉得很痛苦，就这么理解。写的话呢，就跟着它写一下就行了。我们看一下单词，顺便背一下，记一下其他的。苦，这个说过了，苦吃苦吃，鞋子。熊是什么呀？熊出没的熊，苦。新的一个苦骂，苦骂熊，打出汉字它也是熊。前面的苦吃打出汉字是什么呢？当然不是鞋了。古语里面，我们古文里面叫什么呀？那就是什么，对吧？就是靴子。
苦次是薛。接下来片假名只表示读音，看几个外来语。这边又有个新东西了，这个很明显就是哭啊，久了就苦了嘛，哭。接下来这个本来是吃，对吧？但是呢不是吃了啊，这个比较特殊。本来吃它变成小小的加在旁边的时候呢，就想象成它是一个我们开车的时候踩的那个刹车板、刹车片，看到它就停顿一下，哭。接下来停顿一个节拍，停顿一个音的长度，这个学过了 ，key 插音 cookie，所以这个小小的这个词就是日语里面叫做促音的东西。我们接下来这个促音就不讲了哈，因为等一下还会遇到很多那个促音，它就是 cookie 停顿叫做促音。接下来呢，这是蜡笔吧，这个是苦嘞，刚才遇到过了。本来是什么来着？八就是哈，等一下也会学到的。本来是八，对吧？八日语里本来读成哈，它的片假名加一个圆圈呢，记得吗？圆圈都是 p 开头的，所以它是啪啪啪，苦来啪是，记住哦，是苦来 pass 蜡笔。但是呢，这种蜡笔是一般来说，我们比如说那个蜡笔小新的蜡笔是苦来用，但这边的苦来 pass 不太一样。这个苦来 pass 就是那种软软的蜡笔，可以写在那里，画在地上啊，画在纸上呀，它会很软的嘛，很多东西它会出来的，还可以把它剥掉一点的，更像那个油画棒的那种感觉吧，哈。好，卡基库开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开字。写法呢也挺简单，就这样跟着它写就好了哈。就我写的也是很一般了，有时候写快了，因为我的中文也写的不怎么样。来自于汉字计算的计，把前面的左边的这个言字旁呢就变成了这样子，哎就好了。开，既然是计算的计，那这边其实也是一样哈，是不是1+1等于2叫什么呀？开这个一哦，开一。多了一个新的概念，开后面加个一，它就变成长音了。我们当然可以把它读成开一，开一，但是我读快的时候，是不是开就是变成长音的感觉了啊？几乎所有 i 段带 i 结尾的，也就是 e 结尾的，后面如果加一个一的情况下，就是平假名里面加个一的情况下，它就变成长音了。其实这个是发音上面嘴型决定的，因为我们说哎一直发音发下去，我们得闭嘴吧，哎，最后是不是带出了一个一出来了？哎，所以呢这个 k 啊直接读 k 就行了哈 k。接下来这个刚才也说到过，这个叫做三三k 三，写成汉字就是计算 k 三，我们来写一下也行。K3是吧？K3计算。接下来这个东西叫什么呢？日语里面日本的一个比较流行的传统玩具，一休哥里面第一次看到，而且呢，哆啦 A 梦非常喜欢玩，技术也挺高的一个玩具吧。哆啦 A 梦玩的应该是所有动漫角色里面最好的吧？K K K Ken 没有刚才我读的那个长音哈。Ken， 接下来这个本来是他，把它看到汉字这个太字就要学到了，加两点，他加两点变成了浊音，他 Ken 达妈 Ken 达妈 Ken 就是剑，达妈是什么呢？刚才我一开始在说的时候，关于头的时候他妈圆球的意思，所以呢剑球。这个是球在这边嘛，下面是个剑，因为它玩具这个上面呢会有一个尖尖的，相当于一个剑，剑和球加在一起剑球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看大吗剑玉剑玉写成玉字，玉就是球的意思嘛，圆圆的。卡基库开，接下来开的片假名就这么写，
反文旁好像还少了一边吧，来自于哪个呢？戒字，也挺像的，对吧？戒字就这样变过去了啊。说到这个呢，比如说那个日语里面有很多人的名字里面如果有戒字在的话，那么它就有这个开的读音，比如说芥川龙之介啊，就有这个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些简单的单词，k 哈，加长音 k， 这个刚才遇到过了 ，keki keki， 接下来这个叫什么呀？也是 k 七，加上这个本来是一呀啊一呀，七加一呀，读快一点，七一呀掐，开掐。又出现刚才这个，我说的是促音啊，以后就不专门教促音了。看到这个呢，它就是停顿，咔嚓。接下来这个也说过了，它的平假名是这一个，本来念成 fu， 或者写成 h 也行 fu， 读音读成 fu 啊，加圆圈就是破开头了，就是 fu 啊，开掐 fu， 就这个。啊，番茄酱呀之类的啊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卡 k 库凯 ko 很简单，哎，这个之前写的没拿掉，两横的那个感觉，来自于哪个呢？自己的己，这个理解它的概念非常的重要。我们在学日语后面学语法的时候，第2课表示远近的东西的时候，这个呀那个呀的时候呢，这个 ko，先剧透一下也行啊，能够记住当然就最好了。我说 ko 嘞，它是表示这个东西的意思。那这个 ko 呢，就表示这个离我最近的，是吧？自己的己嘛，自己当然离自己最近啦。所以呢，它就是在指代的时候表示离自己近的，因为它来自于汉字自己的己。啊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锦鲤啊，就是鲤鱼啦，它是 koi， 写成汉字 koi 写成汉字有很多的哈 koi， 但这边呢，你看恋爱也是 koi， 我们先把它变大一点，恋爱也是 koi， 所以呢，去锦鲤那边祈求的时候，有那种祈求恋爱的那种感觉哈，祈求姻缘，然后呢，还有很多，在这边呢，我们就知道哈，鲤鱼的鲤就是 koi， 接下来口吗？一起读一下就行了，它就是陀螺的意思。另外呢，口吗也是那个表示小小的那些东西，也是口吗，以后会说得到。哦，这边吗是不是也是新的呀？对吧？么啊吗啊吗，先有一个印象。卡 k 库盖 ko 那这边的这样子 ko 也是来自于自己的己呀，把下面的拿掉，是不是就是了？所以呢，写的话自己加油。那么接下来考拉，树袋熊也叫做口，这个是第一个词啊，第一个假名口啊拉拉，刚才遇见过，再读一遍口啊拉。接下来扣，这是什么来着？刹车啊，刹车片，把它踩住扣。接下来这个刚才也遇到过了，所以我们会的是不是越来越多了？扣。圆圈是扑扣扑杯子，好，卡基库凯扣又学完了。接下来呢是哪个来着？萨西斯塞松，来找一下，在这边来第一个萨，哎呦，我刚才它来自于汉字，不是这个啊，写错了。萨来自于什么汉字呢？我们直接把它给打出来应该就会有的，就是来自于这个汉字左啊，所以在日语里面那个词大左，对吧？就是太上，就是这个上。来看一下一横就这样。其实刚才我们在很多单词里面是不是已经遇到过它了呀？上这个头字念什么呢？很多人念成骰子，其实不对哈，是头字。撒一学过了，撒一
口，刚刚上面学过，刚好可以复习一下。刚才我们遇到这些其他的假名的时候都是预习，现在呢基本上有一半是预习，一半是复习了，快呀。好，撒一口，这个是 lo， 刚才我们遇到过它的片假名，多说过，它来自于汉字吕啊，片假名的时候呢，取了它的一半，就上面的这个口字啊，撒一口喽。这边的口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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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滚的意思。撒一口喽呢，这个撒一呢，就是可以理解成把它给撒出去了，这么理解就行了。接下来猴子，撒鲁。这个是撸，刚才好像没遇见过，但是我们已经遇到过它的片假名了，是这个，稍微有点印象先，我们会记得更牢一点。沙鲁，沙鲁写成汉字是什么呢？不是猴，是猿猴嘛。啊，我们来看一下沙鲁啊，猿猴。哎，说的有点久，有点瓢了讲话啊。那么接下来沙的片假名。好像就是一个草字头，对吧？没错，它就是来自于草字头。但哪个字的草字头是念成沙有关的呢？就是它啊。我们换个颜色更清晰一点，就是这边的啊，就是这个沙扇字的草字头，所以它念成沙，还是挺像的。那么看一下和它发音相关的几个外来语，就是沙促音。记得吧？注音三，刚才学过的卡，因为它是个球，所以后面是什么呢？这个是本来没有两点的情况下，它是 ho 哈西夫海 ho 的 ho，那么这边加两点呢，变成了 bo 啊，本来 h 变成了 b 嘛，再强调一下，加两点啊 bo 把 b 不摆 bo 长音 bo， 刚才说过 bolu。那么接下来凉鞋是什么呀？撒撒还是撒？没有长音啊，撒。这个呢，本来只是这样子，它是它，平假名是这个，加两点，它加两点，浊音它，上大路啊路啊，没有长音哈，上大路，上大路，凉鞋。接下来可能是笔画最少也是最好认的一个了吧，就是西。西也是一个不太吉利的字，因为它和汉字里面的死是一个发音，日语中的死也叫做西，来自于王羲之的之啊，从它过来的，但是呢已经无所谓了，因为差的已经有那么一点点大了，反倒它的片假名还是有那么一点相关的哈，挺像的。我们先看它平假名里面的单词，西卡就是鹿的意思，写成汉字呢就是梅花鹿的鹿。那么接下来这是什么呢？洗哩，洗哩就是屁股哈，但他说的是什么呢？洗哩脱哩哈基妹，洗哩这边来个脱哩，洗哩脱哩是什么？刚才说洗哩其实是屁股，这个哩我们刚才也遇到过好几次了。脱哩呢？脱哩写成汉字其实取，它是一个游戏，就是词语接龙。犀利就是一个词语的最后一个字或者最后一个假名，然后把最后一个假名拿过来，我再组成一个新的词语，所以洗利脱利就是接龙，接龙游戏，文字接龙，日语里面可以理解成假名接龙吧。那接下来这个西呢，是不是挺像的呀？上面那个竖子就变成了这个样子，在这边这样子我们就联系起来了。那么在这边还有一个什么可以注意的呢？就是联系到后面我们会学到的，刚才也预断过了，就是这一个，它念成呲啊。如果写小一点，它就是促音，停顿一个音节。那么和这个，它不是把它给稍微倒过来一点的感觉吗？所以它变成片假名是这个样子。当然小一点是这个样子，一样啊，规律一样，这样子就能记得更多了。接下来这个跷跷板是什么呀？长音对吧？细手细手来长音啊，这个是收，我们等一下也会遇得到收字。
马上就会遇到了哈。这边呢，西，这个是什么？还记得吗？刚才说过的，呀，西呀，下什么呢？下子，衬衫 ，T shirt 啊，shirt，它就没有了，下子，因为它的读音开头写成拼音的吧，就是 T 开头的嘛。好，接下来啥西斯这么写，圈过来啊，来自于汉字哪个呢？寸字，也挺像的吧，是吧？这样一点就变成了一圈了，写快一点，写成那个草书体吧，日本人就这么写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诗，其实最常见的诗呢，照我说一个比较好记的，上面的西，我们把诗和西加起来，就是变成了史西，就是什么来着？哎，史西就是寿司。那么这边我们按照它来，这边是不是还是死一？记得吧？有一个新东西了，这是托，应该有两个新东西。托后面加个乌是什么呢？托五，这样读也行，但是最好把它读成长音。就像刚才我们说的，再复习一下，哎，后面如果加一的话，哎，就是变成长音了，哎，就这个感觉了。那这边的托，也就是它后面是不是 o 结尾的呀？刚才说过这个 o 哈，o 后面我们直接把它加个 o 也是长音哦。但是我们在发 o 的时候，最后发完得闭嘴的吧？哦，所以 o 结尾的后面如果加一个 u 的话，就是长音啊。所以这边呢，死一头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写成汉字是什么？死一头水桶啊，保温杯这种就是水桶。接下来呢，这是不是铃兰呀？一种花，是是加两点啊，所以我们这一个讲完以后，后面什么浊音啊什么的，基本上就不用再怎么教了，因为基本上都会出现。丝加两点就变成了子，清音死子，对吧？死子，这个是拉，本来是拉，稍微记住一下啊，死子拉什么呢？呢，死子浪就是蓝，看过《名侦探柯南》吗？里面的女主啊，小兰浪酱浪内桑，就是那个柯南叫的啊，小兰姐姐。那这边的这个呢，死子是什么呢？死子就是铃木原子，哎，又是柯南里面的哈。死子就是铃铛的铃，比如说我们在大街上会看到一些车，就是铃木牌子的，它就是那个死子 key 啊，铃木。刚才我们说过，是不是 key 就是表示木头吧？死子 key 就这边的铃木。再接下来，诗的片假名是这么写的，大家跟着写一下。诗的片假名来自于须子，须子的哪边呢？这边吧，你看下面是不是有两个这样子的？来自于这一边的简略诗和上面的寸已经不一样了哈。那么看一下它的几个外来语，是刚才遇到过了，有圆圈的，p 开头的扑是扑，呢，就是这一个的片假名 spoon， 勺子和英语的发音差不多。接下来这种拖鞋，室内穿的这种拖鞋哈，是 li， 还记得吗？这个促音 sleep， sleep， 就这么读。这个本来是哈，加个圆圈，萨西斯，后面来到了塞字，塞很好认，它就来自于世界的世啊，把它世界这个世给记住就行了。是，哎，塞，然后我们顺便把它的片假名也一起记了，是不是变得简单一点呀？把这个一竖一横分开的，把它写在一起就可以了，联系起来记啊，能联系起来的就联系起来，不能联系起来的，比如上面这个丝啊，因为它来自于两个不同的汉字嘛，就很难联系了。就是大家努力，稍微死记硬背一点哈，那尽量能够联系起来的背的话，就会更加的方便了。
那这边是什么呢？透明胶带叫做塞，这还记得吧？刚才说过了，来自于汉字铝字，它是塞喽夯哈，加一圈是不是啪了？不加一圈的情况下是哈，塞喽夯太普，又出现这个，本来是普变成了普，塞喽夯太普。接下来毛衣塞长音，刚才遇到过了，塞塔，它的平假名再复习一下是这一个，有没有印象？这边稍微呢，我们再也是剧透一下，它来自于这个太啊，这个呢是不是西字？太阳和夕阳读音差不多，稍微这样子能记住一点点啊。这边是陕西是塞送，送怎么样呢？就是这个送，来自于汉字曾字。你看曾字上面是不是有两点的？它相当于把这两点给一起写了。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呢，虽然说可以像它这边一样，我们看上去好像它就是一个平平的，对吧？但是我们自己在写的时候，一下笔的第一个稍微可以往上那么一点啊，这个一点可以点出来那么一点点，当然写平了也是没事的啊。就是说曾经的曾或者曾，那这边是什么呢？so 这个刚才遇到过了，虽然还没有正式的教到。索拉妈咩妈刚才遇到过了，妈咪木麦木这个是咩啊咩，这个呢是妈。索拉妈咩，我们看一下，它是一个豆对吧？蚕豆对吧？写成汉字呢，索拉就是天空的空的意思。我们看一下汉字，索拉妈咩，你看写成汉字可以是空豆，也可以是蚕豆，但一般来说，因为很多时候日本人会觉得写成汉字太麻烦了，他们宁愿就写成这个那个假名了，更加的方便一点。接下来是手力，还记得吧？手力，雪橇。好，那么再接下来呢，so 这边的最后一个，它就两点，是不是还是来自于曾的这两点呀？把下面都拿掉了吧？这个简略的也太有点过分啊，那方便就好。然后我们看一下 so 沙发很简单，这个是夫对吧？夫啊，连起来读发，sofa 就 OK 了。so 这边也是夫 soft 就是 soft 软的冰激凌 cool 学过了 lim 软软的那种啊，更加的软绵绵的那种，可能奶油含量更多吧 soft cream 软冰激凌。好，陕西四塞说后面是什么呢？他七次抬头。第一个就是他刚才刚说过啊，这么写的话呢，来自于汉字太字，把它变个形，基本上笔画甚至都还存在的，就是把它给形状给变一下就行了，变成了一个表音的符号。第一个非常简单，就太阳吧，读音和中文的也很相似了，太哟这边哟哦，你看这个哟本来的这个是哟哟，先有个印象，它是 yo 是哟 o 结尾的，刚才说过加上个 u 是 o， 最后 u 结尾长音啊 o 太哟太阳。接下来呢 taco 啊 taco 章鱼 taco 章鱼小丸子啊 taco 也可以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稍微扩展一下吧，虽然可能用不着哈 taco 还可以是这个风筝的意思。那么接下来怎么记怎么读这个词？它就是一个夕阳的夕，太阳嘛，就是夕阳嘛，把它们联系起来就好读一点了，印象深刻一点。但是它来自于多啊，拼多多的多的上面的一半
就是它。所以日语里面很多那个多开头的多的音读就是发音，就是它这么读的。比如说日语里面比较难的一个词哈，N2里面那个难度了，多少它就念成它消，就这个。好，我们还是回到这一边，毛巾是什么呀？来自于英语的音译，它哦路 towel 啊 towel 路。接下来呢，出租车也是它，少一点是什么来着？从九字来的，久了以后是不是就苦了？所以它是哭啊，它苦，这个是西 taxi， 哎，就这个出租车。接下来它七来自于哪呢？知识的知，写快一点可能就这样了吧。这个好像这边呢理解成这边的口字，虽然有点那个不是太特别像了哈，已经，但是勉强还能看得出来一点点。这边是那个，这边是口，所以它是七知识啊，知识就是七七 k， 这个七开头，它读音就是七。来看两个单词，气，地球，球是什么呢？这个刚才学过喽。Q Q U Q Q 是不是最后还是乌结尾的呀？乌结尾加个乌，当然就变成长音了。气 Q 气 Q 地球。接下来这是日本的地图吧？七字啊字地图七字，自己一定要多写几遍。接下来呢，还是七的片假名，就像一个千字一样，但是呢，撇出来一点，和真正的千产生一点区别。千，那个宫崎骏最有名的动漫应该啊，最有名的电影应该是《千与千寻》吧？《千与千寻》那个千就读成 sen 啊，不是这个千，后面的七喜楼啊，后面的千寻是读成七的。三托七喜楼，千与千寻，这边后面的千就是七。好，看一下两个外来语，气，这个本来是诗加两点子，刚才是不是遇到一个铃兰，对吧？死之浪，这边呢气字啊，感觉讲的有点久，有点。那么第一课的内容就到这个塔七斯代托讲完以后，我们明天更新。气字这边呢是七，是哎七哎切里，这个也遇见过了，虽然还没有正式的学到。切里车厘子有时候会这么说，其实就是樱桃，国外的樱桃叫做车厘子，或者那个智利的樱桃叫做车厘子，其实就是樱桃。接下来呢，这个刚才也说到过了，吃打字打成 tu 吃，塔奇吃太偷的吃来自于哪个呢？四川的川，不知道那个四川人在我的视频里面有多少？就是我记得小时候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电视台，就是那个四川台，四川台的标志是不是就很像这样子的？特别是下面的这个片假名的模式吧，就是一圈一圈一圈这个哈。记得四川台以前暑假的时候都是在那边看《西游记》的。好，回到正题，此 k 啊，此 k 就是月亮啊。接下来这个呢，此离，此离写成汉字就钓。那这个钓鱼竿吧，这边呢刚才说过了，来自于汉字左，大左大一撒。那这边呢加两点，扎丝变成子，此离扎。什么来着？IUIO 的 O， 此离扎哦，钓鱼竿，写成汉字就是钓竿。那么接下来片假名刚才说过了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回到刚才我们西的片假名，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呀？是不是好记一点了啊？塔七吃太托也是来自于川，这两个基本上一样。那这个是什么呢？吃那
就是那个罐头，意思呢就是金枪鱼的意思。经常来说吃哪？你看金枪鱼的寿司。接下来呢，吃栗 tree 树哈。那这个是不是圣诞树啊？圣诞树就是クリスマスツリー。在日语中很多英语里面很多 t 开头的，到日语里面就变成了吃，因为日本人虽然能有这个托的发音哈，但是和 tree 这个不太一样，它就用这个吃来代替了。比如说英语里面的数字2是不是 two 啊？在日语里面呢就变成了吃，这个读音了，很奇怪。好，我们再来，接下来塔七吃胎，这个胎字，胎来自于哪呢？天，天写的快一点，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？差不多了。再看它的片假名，把它联系起来，这边是天写的快一点，这边呢把天的给写的简略一点，是不是就是胎呀？好，那么我们先来看这边平假名的字单词，胎。卡加2点，浊音太卡嘎米啊，镜子，什么镜呢？这边的胎其实表示的是什么？我们看的下一个大概就能明白了。这边的胎，这个呢本来是夫，变成2点不啊，太不苦。刚才说过，lo 本来来自于铝，片假名的话就是一个口，这边呢太不苦了。不库罗的是袋子，太不库罗手套，所以太在日语里就是手。那这边手拿的镜子，太卡嘎米太，很多情况下太就是手的意思。如果单独来说，它大概率它是表示手的。比如说日语里最常用的一个词啊，太嘎米，手指就是信的意思，它并不是用来擦手的纸或者擦屁股的纸，可以这么去理解一下吧。先说这个单词，手为什么啊？手指为什么是信？我们在上课的时候，如果要跟别人传小纸条，是不是在那个纸上面写了个字，然后传给别人啊？最早的信件就这个意思嘛，所以是台嘎密就是信。接下来呢，片假名的台，只表示读音，外来语电视 telebi telebi， 本来这个是 he 加2点呵，变成浊音就是 b he 变成了 b telebi， 这个是什么呀？特一不是特哈，特一读得快一点，特一 t 长音 t 西呀下 t 下次，下次本来是衬衫 t 下次 T 恤 T 下次。接下来塔七次太通，我们这一个第一期从零到精通，先讲到这边啊，通就是这样写，来自于哪呢？哪个字呢？停止的止，在这边呢，先说一下后面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个词，它既然来自于停止的止，在一些词里面它就表示停止的意思。比如说一个动词叫做토마루，写成汉字，我们来看一下，토마루是不是就是纸呀？这个토对应的它就是纸的意思啊。那么但是呢，表示名词的时候就不是这个那个停止了哈，就表示读音了。日本人把老虎叫做토拉，老虎，哎，这老虎还有点肥，眼睛还挺大。接下来这个呢，鸟笼是什么呢？토리，토리就是鸟的意思。这个리刚才就说过了啊，토리就是鸟，鸟的什么东西叫鸟笼呢？토리卡고啊，就是卡고就是笼嘛，鸟笼嘛，卡고写成汉字就是笼。我们来看一下，토리卡고鸟笼，对吧？토리卡고。接下来托的片假名就像萝卜的卜一样，但是呢，写在中间，它更加竖下来一点，也是来自于指它的这个部分托。
所以要记着一点，这个呢没有太大的联系哈，这两个没有太大的联系，但是它们都和这个指有联系，把它们这样子一起来记啊。这边是 to， 只表示发音的 tomato， 这个是 ma， 刚才遇到过它的平假名了，就是这个 tomato。接下来扑克 tola， 拉刚才遇到过了哟，它的平假名是这个 tolan， 还记得吗？本来是夫加圆圈土 tolan 土。第一期零基础到精通，先讲到这边。我们今天学的是啊一五 o 卡奇库凯扣萨西斯载索和塔奇次泰托。同样的进度，我们只要3期就能把所有的50音图给讲完了。好，那么今天先到这边，拜拜，记得多写写哟。